大家好，主播侃侃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全球许多商界领袖1年前传达的讯息是 AI 将消灭就业，而在过去1个月左右时间里，科技公司执行长们却在传递更加乐观的论调。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OpenAI 执行长 Sam Altman 此前一直预测 AI 将给劳动力市场带来剧烈冲击，但是今年5月底，他在一次会议上表示，他们在技术预测上大致正确，但在社会和经济影响方面的预测却大错特错。甚至不久之后，他却表示，他们这个行业低估了将人置于一切中心的能力。Anthropic 执行长 Dario Amodei 曾在2025年5月警告称 ，AI 可能淘汰一半的入门级岗位。1年后，他却强调了采用 AI 的企业面临更为积极的前景，他们可以用更少的资源做同样的事，但这会导致裁员之类的事情，或者也可以用同样多的资源做更多的事，但这需要创造力。他在6月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他之所以发出关于就业将被 AI 取代的警告，是希望政策制定者和企业界能够有更好的机会去适应变化，而并不是想成为一个末日预言家。他同时也写道，长期性的就业流失这一可能性仍然存在。这种更为乐观的论调是为了赢回那些对 AI 颠覆世界的前景感到厌倦的客户和公众吗？还是说，如今人们对 AI 在工作场所中的作用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一些关于 AI 可能创造就业机会的言论，恰逢企业为将更多资金投入 AI 而进行裁员之际。Meta 执行长 Mark Zuckerberg 最近表示，如果企业专注于以比自动化更快的速度提高人们的生产效率，理论上未来的工作岗位应该会更多，而不是更少。今年5月，该公司开始裁员8000人，并让组织架构扁平化。今年2月，亚马逊执行长 Andy Jassy 日前在一个采访里谈到了 AI 创造就业的潜力。而在1年前，他曾宣布，由于 AI 的原因，公司将在未来几年内缩减员工规模。亚马逊表示，随后裁减的 1.6万名员工与 AI 的应用无关，而是为了持续推进组织扁平化和重振公司文化。那么，为何态度变化？具体来看，这种叙事正在发生转变，从 AI 导致劳动力锐减的末日情景，转向员工仍将保住工作，并获得生产力提升的未来。这种情绪转变不仅限于科技领袖安永、博智龙的一项调查发现，认为 AI 投资将导致大幅裁员的执行长比例已从2025年1月的约 46% 下降至今年5月的仅 20%。他们可能已经注意到，劳动力市场实际上并没有像预期那样迅速变化及崩溃。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 David Alter 表示，他们可能已经意识到，说自己的伟大新产品将摧毁经济，这纯粹是糟糕的商业策略。金融科技公司 Ramp 与劳动力数据分析公司 Revelio Labs 的一项最新研究发现，在 AI 投入最高的企业中，其就业规模增长速度比尚未采用人工智慧但条件相似的企业高出约 10%。 Altman 表示，他所了解的那些最积极采用 AI 的公司，恰恰也是招聘最多的公司。一些科技领袖表示， AI 甚至在为某些岗位创造新的需求，未来还会有更多目前尚不存在的岗位出现。与此同时，公众对 AI 的负面情绪正在积聚。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研究人员最近的一项民调显示，只有约 30% 的民主党人认为美国应尽可能快地加速 AI 创新，而共和党人中这一比例约为半数，科技创办人中则高达 77%。 讨论的基调已经发生了变化。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研究领导力和决策的教授 Maurice Schweitzer 表示，早期的炒作太多了。亚马逊创办人 Jeff Bezos
长期以来一直预测 AI 将创造新的就业岗位。今年6月，他甚至表示 AI 可能反而导致劳动力短缺。今年5月，当被问及人们为何担心 AI 会抢走工作时，他表示，这种恐惧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总有一些聪明人在不断这么说。但现在，这么说的人变少了。与此同时，今年6月底，人工智慧技术大厂 OpenAI 联合博通 Broadcom 正式发表了其首款自研的人工智慧 AI 晶片 Jalapeno， 标志着 OpenAI 完成了构建其软硬体全站自研战略的重要一步。一般来说，晶片的开发都是以年为单位，而 Jalapeno 从设计到定案并送交制造，则只用了短短9个月时间。OpenAI 在官方博文中指出， Jalapeno 从专案启动到制造流片 tape out 仅用时9个月，号称是高效能 ASIC 领域最快的开发周期之一。这一速度得益于 OpenAI 工程团队与博通的深度软硬体协同，以及利用 OpenAI 自研的 AI 模型加速了部分设计与优化工作。不同于 CPU 和 GPU，ASIC 特殊应用机体电路晶片本身因为应用目标很明确，再加上 OpenAI 就是对自家 AI 模型演算法最熟悉的人，都是有助于他们加速开发的原因。此外， OpenAI 指出，他们也运用了自己的 AI 模型，加速了部分设计与优化流程。最新的消息还显示， Jalapeno 之所以能够如此迅速地完成设计，除了上述因素之外，前 Google TPU 核心领导者、现任 OpenAI 硬体主管 Richard Ho 也扮演了关键角色。资料显示， Richard Ho 拥有史丹佛大学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他的职业生涯起步于晶片验证工具领域，是业界公认的先驱。而他最重要的一段经历是在 Google 任职近9年期间，参与了 Google Cloud TPU 计划，既是创办元老，也是该计划的核心领导者之一。外界称他是将 Google TPU 从概念带到现实的关键人物。他在 TPU 团队任职期间，曾与团队在2021年于国际顶尖科学期刊 Nature 共同发表了一篇论文，首度尝试将强化学习应用于晶片布局规划，并指出这可以大大缩短人类工程师的开发历程。而后，他们也实际应用在 TPU 的开发上。这次 OpenAI 在新闻稿中提到的用 AI 加速晶片设计这项做法，其实 Richard Ho 早在 Google 时期就曾亲手验证。一名半导体业内人士认为， OpenAI 的脑袋知道他们要做什么东西。Richard Ho 的多年实战经验以及对软硬体整合的熟悉度，帮 OpenAI 省下大量新手试错的成本，这才是 Jalapeno 晶片开发背后真正强大的加速器。甚至 Richard Ho 谈及该晶片时表示，根据早期测试， Jalapeno 晶片在执行他们最核心的工作负载时，将能逼近硬体的理论效能极限。回顾 AI 发展历程，这其实已经不是 Google 首次为行业做出贡献。如今各大 AI 模型底层采用的 Transformer 构架就是来自 Google 的贡献，而现在 Google 流出的人才，则是在给了其他 AI 公司发展自研晶片的追赶捷径。总体来说，对于 OpenAI 来说， Jalapeno 的推出代表的不只是逐步降低对辉达 GPU 晶片依赖的自主性强化，同时在运算效率的提升，也是他们在面对眼前这场 AI 算力成本竞赛能够与对手抗衡的重要底气。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侃侃而谈，阔论有余。最后，请你点赞、订阅，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谢谢。